我叫白凡，今年26，无业。如果非要说个职业，那就是资深躺平专家。我的日常由3件事构成：吃泡面、打游戏以及思考下一顿泡面是吃红烧牛肉还是老坛酸菜。我住的地方是城中村一个20平米的单间，唯一的电器是房东留下的一个烧水壶。我用的手机是10年前的老款诺基亚，唯一的娱乐功能是贪吃蛇。朋友问我为什么不用智能机，我一脸严肃地告诉他们，响应国家号召，开启物理防沉迷，他们信了。直到那天，一个陌生的号码打到我这台防沉迷神器上，电话那头是我大学时期的班长，他用一种亢奋又带着点虚伪的客气声调通知我：白凡啊，这周末同学聚会你可一定要来啊，咱们当年的校花沈月特意嘱咐了，一定要叫上你。我拿着电话，看着锅里刚泡好的面，叹了口气。我知道我平静的躺平生活可能要被这锅面给一起泡发了。同学聚会定在市中心一家金碧辉煌的5星级酒店。我到的时候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躺平字样 T 恤和一条大裤衩，脚踩人字拖，在门口被保安拦了3次，直到班长出来接我。保安看我的眼神还充满了这人是不是来后厨偷东西的怀疑。包厢里已经坐满了人，一个个西装革履，珠光宝气。我的出现像是一滴清水掉进了滚烫的油锅，瞬间让全场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鄙夷、同情、幸灾乐祸不一而足。哟，这不是白凡吗？我们的大才子怎么混成这样了？一个油头粉面的男人阴阳怪气地开口，我认得他，当年就跟在赵峰屁股后面的小跟班，而他口中的赵峰正坐在主位上，左拥右抱着我们当年的校花沈月。赵峰如今电竞圈炙手可热的明星选手，前不久刚拿了天穹杯的亚军，风头无两。他也是我大学时期的情敌，看见我，赵峰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笑，他搂紧了沈月，像是炫耀自己的战利品。沈月则从头到尾扫了我一眼，眼神里的嫌弃几乎要溢出来。白凡，真没想到你现在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要不要我让赵峰给你介绍个工作，比如什么的，也挺适合你的。我没说话，自顾自地找了个角落坐下，从兜里掏出一包辣条，撕开就吃，动作行云流水，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与我无关。我的沉默在他们看来就是懦弱和心虚。酒过3巡，赵峰大概是喝高了，也可能是终于懒得再武装。他端着酒杯，摇摇晃晃地走到我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白凡，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他打了个酒嗝，就是你这副永远都无所谓的样子，装什么清高？3年前你拿了10个冠军，丰功无限，说退圈就退圈，我还敬你是条汉子。结果呢？你现在就是个啃老吃泡面的废物。他的声音很大，整个包厢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再看看沈月，她跟着我过的是什么日子？你配吗？沈月在一旁，脸上带着胜利者的微笑，仿佛在说：看，这就是你当年拒绝我的下场。我嚼着辣条，觉得有点咸了。赵峰，我终于开口，声音平静：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什么？赵峰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他把酒杯重重地砸在桌上，酒液溅了我一身。白凡，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你就是个垃圾。你当年赢我不过是运气好，现在我一根手指头就能碾死你。他指着自己的皮鞋，脸上带着病态的潮红。今天你要是给我跪下磕个头，喊我一声峰哥我错了，我就让沈月给你安排个保安的工作，怎么样？全场一片哗然，所有人都像看戏一样看着我们。班长想上来打圆场，却被赵峰的跟班拦住了。跪下！赵峰嘶吼着，沈月抱着手臂冷眼旁观，嘴角甚至还挂着一丝期待。我慢慢地放下辣条，站起身，空气仿佛凝固了。所有人都以为我会暴怒或者屈服，我只是看着赵峰笑了。真的气笑了。3年前，我因为看不惯这圈子里的浮躁和内卷，厌倦了那些资本的游戏，亲手将自己的 ID 我是菜鸡埋葬，选择退圈。我以为我可以安安静地打我自己的游戏，过我自己的生活，没想到总有些苍蝇非要凑上来，嗡嗡嗡地提醒你，这世界有多么令人作呕。我活动了一下手腕，准备让他知道我除了游戏打得好，综合格斗也练了10年。就在这时，包厢的门砰的一声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了。一个穿着高定西装、身形挺拔、面容冷峻的男人走了进来，他身后跟着2个黑衣保镖，气场强大到让整个包厢的温度都降了好几度。所有人都被这人的气场震慑住了，班长更是惊得合不拢嘴。陆总，星河科技的陆晨，您怎么会在这里？陆晨，国内顶尖科技公司星河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身价1000亿，是财经杂志的常年封面人物。这种传说中的人物怎么会出现在一个普通的同学聚会上？赵峰也愣住了，他连忙挤出谄媚的笑容，迎了上去。陆总，你好，我是天火战队的赵峰，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您，真是荣幸。然而，陆晨连看都没看他一眼，他径直穿过人群，走到了我的面前。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这个平日里以冰山著称的科技巨头，脸上居然露出了一丝紧张和激动。他微微躬身，用一种近乎朝圣的语气轻声问道：您就是我是菜鸡大神吧？我还没来得及说话，陆晨像是为了确认什么，从他那身价值不菲的西装内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了一个东西，那是一个小小的巴掌大的 LED 灯牌。他按下了开关，灯牌亮起，上面是3个闪闪发光的大字，差点闪瞎我的眼：白神 YYDS。 全场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凤凰传奇的歌声还在敬业的回荡。什么样的节奏是最摇摆？踹门的是个穿着花裤衩、
白背心的中年大叔，头发乱糟糟的，手里还拎着他指着我就对保安吼道：“保安呢？把这2个疯子给我赶出去！”就在保安冲进来准备拉扯抢救的时候，包厢的门又被推开了。这次进来的人画风与我就截然相反。我看着陆晨手里的应援灯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我发誓，这是我躺平生涯中遇到的最离谱的一件事。一个千亿总裁是我的狂热事业粉，还随身携带应援灯牌，这世界果然比我想象的还要魔幻。抢救也愣住了，他看看陆晨，又看看我，小声嘀咕：“好小子，你什么时候认识这种大人物了？看起来比我当年带的网红还有钱。”而赵峰和沈月已经完全石化了，尤其是赵峰，他的脸由红转白，又由白转青，精彩的像个调色盘。陆总，您是不是认错人了？他结结巴巴地问。他就是个无业游民，怎么可能是您说的大神？陆晨终于给了他一个眼神，那眼神冷得像冰。无业游民，陆晨冷笑一声：“赵峰，你知道3年前是谁一个人写出了神域游戏超过70%的底层构架，并且独立搭建了可以容纳全球1000万玩家同时在线的服务器吗？”赵峰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神域这款游戏正是让他一战成名的游戏。你知道3年前是谁连续拿下10个不同类型游戏的顶级赛事冠军？每一个 ID 都只用1次就登顶巅峰，然后悄然消失，让整个圈子都为之疯狂吗？陆晨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重锤一样砸在众人心上。在场的同学有不少也玩游戏，听到这些传说般的战绩，都倒吸一口凉气，难以置信地看着角落里那个穿着躺平 T 恤的我，而其中一个 ID 就叫我是菜鸡。陆晨的目光重新落回到我身上，带着无比的尊敬。白神，我说了，我是您的粉丝，您的每一场比赛，您写的每一行代码，我都研究过。他顿了顿，话锋一转，眼神如刀子般射向赵峰。所以，当我在天穹杯的后台数据里看到一段和你操作风格完全不符，却和白神当年某个 ID 的封神之战中一段微操代码的逻辑惊人相似的异常数据流时，我就知道有问题了。赵峰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不是的，陆总，你听我解释。陆晨从口袋里拿出一个 U 盘，扔在桌上，这里面是天穹杯决赛时你通过微型耳机接收场外指导，并使用辅助脚本的全部证据。我已经发给了赛事组委会。他看了一眼手表，大概还有10秒钟，官方就会出来。话音刚落，赵峰的手机疯狂地响了起来，在场所有人的手机也几乎在同一时间收到了新闻推送。突发，天穹杯亚军赵峰被证实比赛作弊，天穹杯赛事组委会宣布永久禁赛，并追回所有奖金和荣誉。轰！整个包厢炸开了锅。赵峰看着手机上的新闻，双腿一软，瘫倒在地，嘴里喃喃自语：“完了，全完了。”而我终于明白了，我看着陆晨：“你是天穹杯的隐藏评委。”陆晨点点头：“我是赛事的技术顾问。本来这件事组委会还在扯皮，但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处理，那么我就会以我个人的名义，请我是菜鸡大神亲自来审查所有数据。他们怕了，因为他们知道我是菜鸡这个 ID 不仅代表着无敌的操作，更代表着一行代码就能黑穿整个赛事系统的恐怖技术力。我叹了口气，看来这圈子我是退得不够彻底，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闹剧也该收场了。就在我准备带我就离开时，沈月突然冲了过来，抓住了我的胳膊。他的脸上再也没有了之前的鄙夷和高傲，取而代之的是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眼眶里甚至还挤出了几滴泪水。白凡，对不起，我不知道。他哽咽着，原来你这么厉害，你为什么不早说？我们还有可能吗？我看着他，突然觉得有些好笑。我抽回自己的手，淡淡的说道：“你知道老坛酸菜牛肉面吗？”沈月愣住了，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提这个。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的说道：“你比那坛酸菜还要酸。”说完，我不再理会他僵在原地的脸，招呼上我就和一脸崇拜的陆晨，转身离开了这个令人作呕的地方。身后是赵峰的哀嚎和一地鸡毛。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平静的躺平生活彻底结束了。我的手机已经开始被各种陌生的电话和信息轰炸的快要爆炸了。第二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刚刚透过窗户的缝隙洒进房间，我就被一股浓烈刺鼻的烤腰子味道给熏醒了。
那股味道像是长了腿似的，直往我的鼻子里钻，熏得我脑袋都有些发晕。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就看见他老人家正稳稳当当地坐在我的床边。只见他一只手悠闲地刷着手机，另一只手则拿着一把蒲扇，有一下没一下的给我扇着那烧烤散发出来的呛人烟味，那架势仿佛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行啊，外甥，你可真火了，真真切切的火出圈了。强就满脸兴奋，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光芒，迫不及待地把手机递到我面前，大声说道：“你快看看，都上热搜第1了！退圈大神我是菜鸡现身，直接爆了，热度高的简直要冲破屏幕了。”我有些不情愿地接过手机，映入眼帘的是我昨天在酒店门口被狗仔抓拍的照片。照片里的我形象有些狼狈，旁边还配了一张我那件躺平 T 恤的特写，那 T 恤上的字显得格外刺眼。再往下一看，下面的评论区已经热闹的不行，评论的楼层已经盖了10几万楼，就像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厦，不断有新的评论像砖块一样往上堆起。卧槽，这就是传说中的我是菜鸡，这也太接地气了吧！完全没有一点大神的架子，就像我们身边的普通人一样。扫地僧啊，这是穿着人字拖就这么轻轻松松地脚踩半的电竞圈，这实力简直恐怖的让人啧舌。所以他退圈3年就是去体验生活了，这境界我等凡人是真的理解不了，感觉自己和他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只有我关心赵峰吗？笑死，活该！谁不好惹，非要去惹祖师爷，这下踢到铁板了吧？我头疼地皱了皱眉头，随手把手机扔了回去，那手机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啪的一声落在强舅的腿上。舅，你能不能别在我房间里烧烤啊？这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熏得我脑袋都疼。嗨，这不是为你庆祝吗？你火了可是一件大喜事，必须得好好庆祝庆祝。强舅满不在乎地笑着，顺手把一串烤好的腰子递给我，来，以形补形。你这几年躺平，脑子都快躺秀逗了，得好好补补，说不定射这腰子，脑子就灵光了。我还没来得及张嘴拒绝，我的诺基亚房沉迷神器又不识趣地响了起来，那铃声在这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突兀。我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心里不禁有些疑惑，不知道是谁会在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我接起电话，电话那头立刻传来陆晨那标志性的没什么感情的清冷声音，就像一块冰冷的石头，不带一丝温度。白神，早上好，你上热搜了，现在可是网络上的大红人了。我知道，我没好气地说，语气里充满了无奈和埋怨。托你的福，我现在都会被这热搜烦死了。我必须这么做。陆晨的语气依旧很平静，没有一丝波澜，仿佛早就预料到了我的反应。赵峰背后是天虎俱乐部，他们的大股东是泛海资本，如果不把事情闹大，用舆论压力把他们定死，他们很快就能把这件事压下去，甚至还会反咬一口，到时候我们就更被动了。我沉默了，心里仔细琢磨着陆晨说的话。我明白他说的是事实，资本的游戏我3年前就已经领教够了，那种无力感至今还让我心有余悸。找我什么事？我有些不耐烦地问道。我现在只想赶紧摆脱这些麻烦事，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我想正式邀请您加入我的星河科技，担任首席技术架构师。陆晨的声音里第一次带上了一丝热情，就像一团燃烧的火焰。我不需要您坐班，不需要您参加那些繁琐的会议，您甚至可以继续在家舒舒服服地躺平。我只要您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提供一些技术支持就行。年薪您随便开，只要您提出来，我都能满足您。没兴趣。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对那些名利和工作没有一点兴趣，我只想安安静静地打游戏，享受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为什么？陆晨似乎有些意外我的拒绝，语气里带着一丝疑惑。我只想安安静静打游戏，这是我现在最大的乐趣，也是我最想要的生活方式。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仿佛陆晨在思考该怎么说服我。白神，恐怕不行了。陆晨的声音恢复了冷静，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麻烦已经找上你了，你躲是躲不掉的。你以为天火和泛海资本会善罢甘休吗？他们现在已经把你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不把你拔掉，他们是不会罢休的。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我不以为意地说道。在我看来，他们不过是一群仗着资本横行霸道的人。我并不怕他们，他们动不了你，但他们可以动你身边的人，可以动你珍视的东西。陆晨认真地说，语气里带着一丝警告。比如3年前倒闭的萤火工作室，你还记得吗？那可是你心里的一块伤疤。我的心猛地一沉，就像一块石头掉进了深水里，泛起层层涟漪。3年前的那段回忆瞬间像潮水一般涌上心头，让我有些喘不过气来。星河科技需要您的力量来对抗像泛海这样的巨鳄，而您也需要星河科技这个平台来保护您想保护的东西。陆晨的声音充满了蛊惑，就像一个神秘的巫师在耳边低语。我们可以一起建立一个新的秩序，让这个圈子变得更加公平公正。我挂断了电话，心里却乱成一团，各种思绪像一团乱麻，怎么也理不清。那些过去的回忆和现在的麻烦，让我感到无比的烦躁和迷茫。萤火工作室，那是我心里的一根刺，每次想起都会让我感到一阵刺痛。那里面承载着我太多的梦想和希望，可最终却被资本无情地摧毁了。就在这时，强就突然卧槽一声，那声音大得把我吓了一跳。他兴奋地把手机对到我脸上，眼睛睁得大大的。外甥，你快看，有人给你下战书了，这可是一场硬仗啊！我定睛一看，手机屏幕上是一条刚刚冲上热搜第2的微博，那热度就像火箭一样直线上升。发微博的人 ID 叫狂雷，
是天火俱乐部的王牌选手，也是赵峰的师兄。他是一个以打法凶悍、垃圾话闻名圈子的狠角色，在电竞圈里，他的名声就像一颗炸弹，让人闻风丧胆。微博内容很短，却充满了挑衅，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刺痛着我的神经。艾特我是菜鸡，听说你很能打，别躲在背后当什么评委，有种出来 solo 一场，就用你当年封神的那个英雄。不敢来，你就是个只会玩弄权限的懦夫。我在神域顶峰等着，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这条微博下面已经被天火的粉丝和吃瓜群众占领了，评论区里一片骂声和嘲讽声，就像一个热闹的菜市场，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黄雷哥霸气，锤死这个老东西，让他知道我们天火的厉害。就是退圈3年了还出来，真以为自己还是神，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代了。知识 solo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让大家都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真本事。强就看得义愤填膺，脸涨得通红，双手紧紧握拳，这孙子太嚣张了。外甥干他，用你那台破电脑干翻他，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看着那条微博，眼神渐渐冷了下来，就像冬天里的冰，散发着刺骨的寒意。我知道这是泛海资本的反击，他们想用这种方式来打击我，摧毁我的名声。他们想用一场公开的对决来摧毁我大神的光环。如果我赢了，他们可以说以大欺小，显得我没有风度；如果我输了，那我这3年来建立的神秘感和威慑力将荡然无存，就像一座高楼大厦瞬间崩塌。阳谋，赤裸裸的阳谋。他们以为这样就能把我逼入绝境，可他们不知道，我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我拿起我的诺基亚，拨通了陆晨的电话，手指在按键上用力按下，仿佛按下的是我反击的决心。我需要一间安静的房间，一台不卡的电脑，还有帮我查一下黄雷最近所有的比赛数据。我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电话那头，陆晨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笑意，仿佛他早就知道我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白神，欢迎归来！我相信你一定会让他们大吃一惊的。陆晨的效率高得惊人，就像一个超级高效的机器，一旦启动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半小时后，一辆黑色的商务车就稳稳地停在了我楼下。那辆车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气派。我和强就被礼貌地请到了星河科技的总部大楼顶层，这里被改造成了一个私密的休息室，或者说一个顶级的电竞房，全套的最新设备，每一件都散发着科技的光芒，符合人体工学的电竞椅，坐上去就像被一双温柔的手托着，无比舒适。甚至还有一个独立的零食吧台，上面堆满了各种进口零食和饮料，就像一个小型的超市，让人眼花缭乱。强就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眼睛里充满了好奇和惊叹，东摸摸西看看，嘴里啧啧称奇。乖乖，这比我当年带的头牌网红住的地方还阔气，简直就是天堂啊！陆晨递给我一个平板，脸上带着微笑。白神，这是黄雷近3个月的所有比赛录像和数据分析。我们的 AI 团队已经对他进行了初步的行为建模，这里面包含了他的各种习惯和弱点。我接过平板，快速的浏览起来，眼睛紧紧地盯着屏幕，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我要从这些数据中找到黄雷的破绽，为即将到来的对决做好准备。黄雷真名雷猛，打法确实如其名，凶猛激进，就像一头愤怒的公牛，横冲直撞。他擅长用高强度的压迫打乱对手的节奏，让对手在慌乱中犯错。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自负。他总是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期待。所以您打算怎么做？我相信您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我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问了另一个问题。你刚才在电话里提到了萤火工作室，这让我想起了那些痛苦的回忆。你为什么要提起他呢？陆晨的表情严肃了起来，就像一个法官在审理案件。是的，我调查过您的过去。3年前，您退圈的真正导火索就是萤火工作室的解散，那是您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您心中的一道伤痕。我的手指在平板的屏幕上微微收紧，仿佛是在压抑着内心的愤怒和痛苦。那些过去的场景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中不断回放。萤火工作室由我的大学学长林涛创立，那是一个充满激情和梦想的小团队，他们每个人都怀揣着对游戏的热爱，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他们做了一款非常有创意的独立游戏，那游戏就像一颗闪耀的星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我当时匿名帮他们优化了底层代码，让游戏的性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所有人都认为那款游戏会成为当年的黑马，在市场上大放异彩。
然而，在游戏上线前夕，他们的核心代码被泄露，创意被当时还是个中型公司的泛海游戏，也就是泛海资本的前身，全盘抄袭，并抢先发布了一款山寨品。那山寨品就像一个寄生虫，吸干了我们的心血和希望。山寨品靠着资本的推广，迅速占领了市场。他们用大量的资金进行宣传，让那些不明真相的玩家都去玩他们的山寨游戏，而我们的正版游戏却无人问津。而萤火工作室耗尽了所有心血和资金，最终只能黯然解散。林涛也因此一蹶不振，消失在了人海。他的梦想和希望都随着工作室的倒闭而破灭了。那件事让我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在这个被资本操控的圈子里，才华和梦想是多么的不值一提。资本可以轻易地摧毁一个人的努力和付出，让那些真正有才华的人无处施展自己的抱负。我厌倦了，所以选择了离开。我不想再在这个充满黑暗和不公的圈子里挣扎，我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重新找回自己的生活。泛海资本就是踩着萤火工作室的尸体，完成了原始积累，才有了今天。陆晨的声音很沉，就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我的心头。而天火俱乐部就是他们手里最锋利的一把刀，用来收割市场，铲除异己。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这次他们也是想用同样的方法。我抬起头看着陆晨，你为什么要把这些告诉我？你有什么目的吗？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陆晨的眼神里闪烁着一种名为野心的火焰。星河科技虽然是硬件起家，但我们一直在布局游戏产业，泛海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我需要您，白神。不只是作为一个技术大神，更是作为一个旗帜，一个能凝聚所有被泛海打压过的力量的旗帜。我们可以团结起来，一起对抗泛海，为这个圈子带来一丝光明。我沉默了，我在思考他说的话，也在思考自己的未来。我知道他说的有道理，但我也不想轻易的被他利用。原来我也是他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但我并不反感，因为这一次我们的目标在当天晚上这个特定的时刻，黄雷的直播间人气竟然达到了历史以来的顶峰状态。无数听到消息后纷纷赶来的吃瓜群众，那些专门挑刺的黑粉，以及我之前的考古粉丝，就像潮水一般把直播间挤得水泄不通，完全没有一丝空隙。黄雷显然对于这样的效果感到非常满意，他大模大样地坐在镜头的前面，整个人意气风发，脸上满是得意的神情，还不断地用那些难听的垃圾话来挑衅我。那个叫我是菜鸡的缩头乌龟在哪里呢？怎么回事？不敢来了吗？是不是心里害怕了？也是啊，躺了整整3年，手速估计都退化成脚速了吧。我今天就把话清清楚楚的放这儿了，他要是敢来，我只用一只手就能对付他。在弹幕里面，他的粉丝疯狂地刷着狂雷哥威武这样的话语，整个直播间的气氛被烘托到了极致，热闹非凡。而我呢，正舒舒服服地坐在陆晨的办公室里面，悠闲自在地喝着他珍藏的顶级咖啡。那咖啡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开来。强就在我的旁边，神情紧张地紧紧盯着屏幕，手里拿着的烤串都忘记吃了，着急地说道：“外甥，这孙子太狂妄了，你到底行不行啊？要不咱还是应战吧，我担心你的名声被他搞臭了。”陆晨也有一些担心，皱着眉头说：“白神，现在舆论对我们很不利啊，别急。”我气定神闲地抿了一口咖啡，不紧不慢地说道：“让他再飞一会儿，看看他还能闹出什么花样。”在直播间里面，黄雷见我迟迟没有做出回应，就开始打起了游戏，想要秀一波精彩的操作，以此来巩固一下自己技术主播的人设形象。他玩的正是非常热门的神域这款游戏。然而，就在他操控着游戏角色，全神贯注地准备使出一套连招去秒杀野怪的时候，一件诡异的事情突然发生了。他的技能突然之间放不出来了，就好像被什么神秘的力量给禁锢住了。在屏幕上，他的角色就像个傻子一样，呆呆地在原地罚站，一动也不能动。卡了。黄雷皱了皱眉头，有些烦躁地敲了敲键盘，嘴里嘟囔着什么破服务器。他赶紧重启了游戏，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一次他学聪明了，先在城里慢悠悠地逛了一圈，发现一切看起来都正常，没有什么异样，看来是刚才网络波动造成的。他松了一口气，然后再次充满信心地冲向野区，然后同样的一幕再次上演了，就像一场摆脱不掉的噩梦。只要他试图使用任何带有攻击性的技能，他的角色就会瞬间卡住，仿佛被时间凝固了一样，无法动弹。但如果他只是单纯的走路，或者使用回城卷轴，又一切恢复正常，就好像游戏角色本身在抗议他的暴力行为一样，不愿意听从他的指令。直播间里，观众们都看得傻眼了，一个个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什么情况？这是新的 bug 吗？笑死我了！雷神变罚战歌了，我怎么感觉这像是被制裁了？黄雷的脸都绿了，气得浑身发抖。他反复重启游戏，甚至连电脑都重启了，但结果都还是一样，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他就像一个被缴了械的士兵，在游戏世界里寸步难行，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他的技术，他的操作，在这一刻都成了大家眼中的笑话，被众人嘲笑。天火俱乐部的技术人员呢？黄雷终于崩溃了，在直播间里声嘶力竭的大吼：“赶紧给我查！是不是有人在故意搞我？是不是那个我是菜鸡干的？”天火的技术团队忙得焦头烂额，他们查来查去，服务器数据一切正常，没有任何被攻击的痕迹，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就像一个无法解释的灵异事件，让人摸不着头脑。
此时，在星河科技的顶楼，陆晨和强就已经惊得说不出话来，嘴巴张得大大的，脸上满是震惊的表情。他们看着我面前那台老年机的屏幕，上面只有一行行不断滚动的日志，闪烁着神秘的光芒。你是怎么做到的？陆晨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他自问是国内顶尖的技术专家，但他完全无法理解我刚才的操作，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很简单，我放下咖啡杯，轻描淡写地解释道：“我没有攻击他们的服务器，我只是给他们服务器的底层代码打了个补丁。”我看着陆晨震惊的表情，继续说道：“神域的底层架构是我写的，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它的运行逻辑。我3年前就发现了一个非对称加密的漏洞，但当时懒得去管它。刚刚我通过这个漏洞远程访问了他们的根目录，然后给所有涉及到狂雷这个账号 ID 的伤害判定函数，加了一个 return false 的指令。”陆晨的嘴巴张成了 O 型，眼睛瞪得大大的，满脸的难以置信。简单来说，我没有黑掉服务器，也没有攻击任何人。我只是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向一个拥有最高权限的上帝修改了游戏世界的一条底层规则。规则就是，狂雷不许打人。这简直是降维打击。陆晨喃喃自语，声音里充满了惊叹。强就则在一旁狂笑，哈哈，太解气了，这比当面抽他耳光还狠。杀人诛心啊！直播间里，狂雷已经彻底破防了，他像个疯子一样疯狂地砸着键盘，键盘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而就在这时，一个 ID 为代码清洁工的用户在直播间的弹幕里用红色的字体飘过了一句话：“别砸键盘了，没用的。我只是修复了一个让你这种垃圾无法污染游戏环境的 bug 而已，不用写。”一瞬间，整个直播间的弹幕都停滞了，仿佛时间都停止了一样。所有人都明白过来，刚才发生的一切究竟是谁的手笔，心中都恍然大悟。他没有应战，他甚至不屑于和你打一场，觉得和你对战都是浪费时间。他只是动了动手指，就从规则层面直接剥夺了你玩游戏的资格，让你毫无还手之力。这已经不是技术层面的碾压了，这是神对凡人的宣判，让你完全没有反抗的余地。我是菜鸡的微博账号，在沉寂3年后转发了这条弹幕的截图，并配上了一句话，说了：“我只想安安静静打游戏，请不打扰。”网络上所掀起的风暴，其猛烈程度远远超出了我原本的想象。那股来势汹汹的态势，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瞬间席卷了整个网络世界。降维打击、代码的艺术、上帝之手，诸如此类各种极为夸张的标题，毫无例外地占据了所有游戏媒体的头条位置。这些标题就像一面面鲜艳的旗帜，在游戏媒体的领域中高高飘扬，吸引着无数玩家和关注者的目光。天火俱乐部和泛海资本在这场风暴中无可避免地成了最大的笑柄。他们曾经的辉煌和骄傲，在这股风暴的冲击下瞬间崩塌。随着舆论的发酵，他们的股价也应声大跌，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路下滑。黄雷被俱乐部紧急雪藏起来，他那曾经热闹非凡的直播间也灰溜溜的停播了。曾经在直播界风光无限的他，如今只能默默地躲在角落里，承受着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而我则再一次做出了潜水的选择。我就像一条隐匿在深海中的鱼，避开了外界的喧嚣和纷扰，选择在自己的世界里安静的生死。我果断地拒绝了陆晨给我安排的豪华公寓，毅然决然地依旧回到了我那个仅有20平米的出租屋。那间小小的出租屋虽然破旧简陋，但却充满了我熟悉的味道，让我感到无比的安心。强就对此表示出了强烈的抗议，他觉得我应该趁着现在的热度趁热打铁，开启直播，接下各种代言，从而走上人生的巅峰。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不应该轻易错过。你懂什么？我一边大口吃着泡面，一边耐心地教育他，这就叫做大隐隐于市，真正的高手都是享受寂寞的。他们在寂寞中沉淀自己，在寂寞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其实我只是单纯的认为，躺在我那张小破床上，要比睡在几百平米的大平层里更加踏实。那张破旧的小床承载着我无数的回忆和梦想，让我能够在睡眠中感受到内心的平静。然而，这种清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仅仅过了2天，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就打到了我那台新换的由陆晨友情赞助的最新款智能手机上。那个电话就像一颗突然扔进平静湖面的石子，打破了我原本宁静的生活。电话显示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归属地显示是隔壁的一座2线城市。看着那个陌生的号码，我心中不禁泛起了一丝疑惑，不知道这个电话会带来什么样的消息。我犹豫了一下，但最终还是选择接起了电话。我心中想着，也许这是一个重要的电话，说不定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一些新的变化。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疲惫又带着一丝不确定的声音，那声音听起来仿佛经历了无数的沧桑和磨难，让人不禁心生怜悯。喂，请问是白凡吗？那声音小心翼翼地问道，似乎在害怕得到一个否定的答案。这个声音让我感觉有些熟悉，我努力在记忆中搜索着这个声音的主人，试图想起到底是谁。我简洁地回答道，心中的疑惑也越来越深。我是林涛啊，你还记得我吗？大学睡你上铺的林涛。电话那头的声音突然变得激动起来，仿佛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我的心咯噔一下，这个名字瞬间勾起了我无数的回忆，那些大学时代的美好时光，如同电影一般在我脑海中闪过。林涛，萤火工作室的创始人，我的学长，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一起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
一起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自从3年前工作室倒闭，他就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我再也没有得到过他的任何消息。我曾经四处打听他的下落，但都没有任何结果。我以为这辈子都再也见不到他了。学长，我激动地坐了起来，声音中充满了惊喜和关切。你在哪儿？你现在怎么样？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他的近况，想要知道他这些年过得好不好。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随后传来一声苦笑。我还能怎么样？活着呗。我在网上看到你的新闻了，真为你高兴，你还是那么厉害。那苦笑中包含了太多的无奈和心酸，让我心中不禁一阵刺痛。别说我了，你呢？还在做游戏吗？我急切地问道，心中充满了对他的关心。我希望他能够继续坚持自己的梦想，不要被生活的挫折打倒。林涛的声音有些犹豫，似乎在犹豫要不要告诉我他现在的真实情况。我和以前的几个兄弟又组了个小团队，叫星火工作室。不过，那一声叹息，仿佛包含了他这些年所有的辛酸和无奈。一声叹息，其中包含了太多难以言表的辛酸和无奈。那是一种对生活的无奈，对梦想的执着，让人听了不禁为之动容。遇到困难了？我关切地问道，心中已经隐隐猜到了他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我们做了一款新游戏，叫《逆行者》。我们对这款游戏的品质很有信心，但没有渠道，没有宣发，根本没人知道。我们下个月的房租都快交不起了。林涛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仿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白凡，我知道现在找你很冒昧，也很丢人，但我实在没办法了。你能不能帮我们看看我们的游戏，给我们提点建议？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期待，仿佛我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地址发我。我没有丝毫犹豫，在我看来，朋友有难，我责无旁贷，我一定要尽我所能去帮助他。挂了电话，我立刻订了去隔壁城市的高铁票，我恨不得马上飞到他的身边，看看他现在的情况，看看他们的游戏到底怎么样。陆晨得知我要出门，非要派专车和保镖送我，被我拒绝了。我觉得这种事情，我只想一个人去面对，不想有太多的人打扰。我只想一个人去见见我的老朋友，我想和他好好聊一聊，回忆一下过去的美好时光，也想和他一起面对现在的困难。2个小时后，我根据林涛发的地址，顺利找到了星火工作室。一路上，我心中充满了期待和担忧，不知道等待我的会是什么样的场景。那是在一个破旧的工业园区里，一间由仓库改造而成的办公室。那间办公室看起来破旧不堪，但却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仿佛在诉说着他们对梦想的执着和坚持。我推开门，一股混杂着汗味、泡面味和梦想味道的空气扑面而来。那味道虽然有些刺鼻，但却让我感到无比的亲切，因为那是奋斗的味道，是梦想的味道。10几个年轻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每个人都顶着浓重的黑眼圈，眼神却依旧明亮。他们虽然看起来疲惫不堪，但却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他们和我3年前看到的萤火工作室一模一样，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热情和执着，同样的对梦想的追求。林涛看到我，激动地迎了上来，他的脸上洋溢着惊喜和感动的神情，仿佛看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他比大学时瘦了很多，也沧桑了很多，但那份对游戏的热爱却始终没有变。在他的眼神中，我依然能够看到当年那个充满激情和梦想的少年。白凡，你真来了。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道，我来看看我未来的竞争对手。我笑着捶了他一拳，试图用这种轻松的方式缓解他心中的压力。他带我到一台电脑前，打开了他们的游戏《逆行者》。那台电脑看起来有些陈旧，但却运行着他们的心血之作。那是一款赛博朋克风格的动作游戏，美术风格独特，打击感极佳，剧情深刻。从游戏的画面和玩法中，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用心和努力。我只玩了10分钟，就知道这又是一款能成为黑马的神作。这款游戏的品质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让我不禁为之惊叹。游戏很棒，我由衷地赞叹道，对他们的努力和才华表示钦佩。林涛的脸上露出一丝苦涩，棒又有什么用？我们找了几10家发行商，都被拒之门外了。小发行商不敢接，怕被大厂挤死；大发行商，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无奈和失落，仿佛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他顿了顿，眼神黯淡下来。大发行商就是泛海游戏，他们看了我们的 demo， 说我们的游戏不符合市场潮流，然后转身就立向了一个和我们一模一样的3A 大作。那暗淡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怒和不甘，我的拳头瞬间攥紧了。我对泛海游戏的这种卑劣无耻的手段感到无比的愤怒，他们的行为简直就是在扼杀别人的梦想。又是泛海，又是这种卑劣无耻的手段，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我感到无比的恶心和愤怒。他们这是要赶尽杀绝，他们想要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将星火工作室彻底摧毁，让他们的梦想破灭。他们的新游戏什么时候上线？我冷冷地问，心中已经燃起了一股熊熊的怒火。下个月，他们正在铺天盖地的宣传，请了最大的主播，买了所有的推荐位。林涛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等他们的游戏上线，我们的逆行者就彻底死了。那颤抖的声音中充满了绝望和无助。办公室里一片死寂，所有年轻的脸上都写满了不甘和绝望。他们为了这款游戏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和汗水，却换来这样一个残酷的结果。他们耗尽心血的作品就要这样无声无息的死去，这让我感到无比的痛心和惋惜。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梦想破灭，我看着他们，仿佛看到了3年前的自己。
那时候的我也曾经遭遇过同样的挫折和困难，但我始终没有放弃。那股被我强行压抑了3年的怒火，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我决定要为他们讨回一个公道，让他们的梦想能够继续下去。他们休想！我坚定地说道，眼神中透露出一股不容置疑的决心。我抬起头，看着林涛，看着所有星火工作室的成员，一字一句地说道：把你们的游戏交给我来发行，我要用我的力量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梦想，让他们的作品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林涛和他的整个团队在那一刻都完全惊呆了，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难以置信的神情。你来发行？林涛瞪大了眼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一脸惊讶地说道：白凡，我当然知道你在技术方面非常厉害，这一点我一直都很钦佩，但是发行可完全是另一回事啊，那需要有广泛的渠道、丰富的资源，还有海量的资金作为支撑，这些我来解决。我果断地打断了他的话，语气中充满了坚定。我没有过多的去解释其中的缘由，只是不慌不忙地拿出手机，快速地拨通了陆晨的电话。我要成立一个游戏发行部门。我直接开门见山地表明了自己的想法。电话那头的陆晨沉默了足足3秒，在这短暂的3秒里，空气仿佛都凝固，然后他用一种明显压抑着兴奋的语气说道：好，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填渠道、法务团队，以及帮我注册一个空壳公司，名字就叫萤火虫。我清晰而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没问题，陆晨答应的比我想象中还要干脆，他自信满满地说：3天之内全部到位。这就是和聪明人合作所带来的好处，一切都那么高效和顺利。挂了电话之后，我迅速转向林涛，郑重地说道：现在我们来好好谈谈游戏本身的问题。我快步走到电脑前，稳稳地坐下来，重新打开了逆行者这款游戏。游戏的核心玩法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在优化方面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另外，你们目前的反外挂系统实在是太脆弱了，很容易被攻破。我一边认真地说着，一边熟练地调出了游戏的后台代码，眼神专注而坚定。我的手指在键盘上快速地飞舞着，速度快的就像是在弹奏一首激昂的交响曲，发出清脆而有节奏的声音。星火工作室的程序员们全都好奇地围了过来，一开始他们还想仔细看看我到底在做什么，脸上满是好奇的神情，但很快他们的表情就从最初的好奇逐渐变成了震惊，再到最后变成了深深的膜拜。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我在短短1个小时的时间内就将他们原本已经很复杂的代码重新进行了一遍重构，手法娴熟而高超，不仅游戏的运行效率提升了30%，内存占用也减少了1半，而且我还顺手给他们写了一套全新的基于动态加密和行为监测的堪称军用级别的反外挂系统，让他们大开眼界。这不可能！工作室的主程序，一个头发快掉光了的小伙子，结结巴巴地说道，脸上满是惊愕的神情。您是什么？怎么能做到这么厉害？我笑了笑，轻轻地活动了一下有些僵硬的手指，缓解一下长时间打字带来的疲劳。我不是神，我平静地说道，我只是一个想让好游戏活下去的玩家，希望能为好游戏出一份力。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我吃住都一直待在工作室，全身心地投入到游戏的完善工作中。我和林涛他们一起对游戏的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最后的精心打磨，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存在的问题。而陆晨的星河科技则像一台精密的战争机器一样开始高速运转起来，各个部门都紧密配合，高效工作。萤火虫游戏发行公司以惊人的速度注册成立，各项手续都在短时间内顺利完成。海量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注入进来，为游戏的发行和推广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星河科技利用自己强大的影响力，迅速打通了国内外所有的主流游戏平台渠道，让游戏能够更广泛地被玩家接触到。一支由业内最顶尖律师组成的法务团队也开始积极地收集泛海游戏抄袭的证据，为后续的行动做好充分准备。一切都在秘密而高效地进行着，没有丝毫的懈怠和拖延。而在外界，泛海游戏对自己即将上线的新作《赛博猎手》的宣传已经达到了顶峰，各种宣传手段层出不穷，各大游戏网站的头版头条都被《赛博猎手》的宣传占据，地铁、公交站的巨幅广告随处可见，当红主播也在直播间里轮番进行预热。他们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砸出了一片虚假的繁荣景象。泛海游戏的 CEO 更是在一次采访中意气风发地宣称，赛博猎手将是国产单机游戏的里程碑，它将定义下一个10年的游戏标准。那自信满满的样子，仿佛胜利已经在握，无数不明真相的玩家都翘首以盼，对这款游戏充满了期待。没有人知道，一张纸在戳破这个巨大泡沫的大网正在悄然张开，一场风暴即将来临。发布会前一天，我静静地看着窗外，若有所思，然后对林涛说：“学长，准备好了吗？我们即将迎来一场重要的战斗。”林涛重重地点了点头，眼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他的拳头也不自觉地握紧了。让这场烟火再绚烂一点吧。林涛坚定地说道，充满了斗志。我拿起手机，给一个许久未联系的号码，认真地发了条短信：抢救，该干活了。是时候揭开真相了。泛海游戏精心筹备的新作《赛博猎手》发布会，被别出心裁地安排在了国家会议中心这个极具影响力的场所。此次发布会采用线上线下同步直播的形式，线上众多玩家通过各种直播平台实时关注，线下则吸引了大量游戏行业的从业者、媒体记者以及游戏爱好者前来参加。整个活动声势极为浩大，
发布会现场可谓是高朋满座，来自游戏界的各路精英、知名人士纷纷到场，现场的气氛热烈非凡，闪光灯不断闪烁，照相机的快门声此起彼伏，将现场的每一个精彩瞬间都记录了下来。泛海的 CEO 精神抖擞地走上台，站在聚光灯下口若悬河。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们的游戏是多么的具有原创精神和工匠之心，详细地介绍着游戏的各种特色玩法、独特的设计理念以及背后团队付出的艰辛努力，试图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相信这是一款前所未有的佳作。而在线上直播间，数百万玩家怀着期待的心情观看直播，他们在弹幕里不停地刷着期待、必买等字样，表达着对这款游戏的热切盼望。整个直播间都被这些充满期待的弹幕所覆盖，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完美。无论是现场热烈的氛围，还是线上玩家高涨的热情，都让这场发布会仿佛注定会成为游戏界的一场盛事。然而，就在发布会进行到最高潮，现场的气氛达到顶点， CEO 正满脸自豪地准备宣布游戏正式上线的那一刻，异变毫无征兆地发生了。现场那块巨大的 LED 主屏幕原本正播放着《赛博猎手》精彩的宣传画面和所有线上直播间的画面，突然同时一黑，就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瞬间切断了信号。现场一片哗然，原本热闹的场面瞬间安静了下来，紧接着便是一阵嘈杂的议论声。怎么回事？技术故障？有人满脸疑惑地大声问道。泛海这么大的公司还能出这种低级失误？另一个人也满脸质疑地说道。就在所有人议论纷纷的时候，屏幕再次亮了起来，但出现的不是赛博猎手那熟悉的宣传画面，而是一款他们从未见过的游戏。画面一出现，就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那独特的赛博朋克画风，充满了未来感和科技感，流畅酷炫的战斗场面，角色的动作行云流水，技能特效绚丽夺目，瞬间就抓住了所有人的眼球，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为之惊叹。画面的最后定格在游戏的标题上，逆行者以及一行小字：by 星火工作室，这让大家对这款突然出现的游戏充满了好奇。紧接着，屏幕上开始播放一段视频，视频里是两个并排的游戏画面，左边是刚刚播放的《逆行者》，右边是泛海正在宣传的《赛博猎手》。两个画面同时展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角色设计到场景构图，再到核心的技能机制，两个游戏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相似度之高让人难以置信。然而，逆行者的演示视频下面标注的开发日期是整整1年前，而赛博猎手的立项日期却是在半年后。这时间上的巨大差距让真相变得一目了然，抄袭，赤裸裸的抄袭。这一残酷的事实瞬间在现场和线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真相以一种最直接、最震撼的方式展现在了数百万玩家的面前，让大家如梦初醒，全网瞬间爆炸。各大社交平台上瞬间被关于赛博猎手抄袭的话题所占据，网友们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谴责泛海游戏的不道德行为。泛海的 CEO 站在台上，面如死灰，浑身颤抖，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惊恐和慌乱，完全失去了刚才在台上的自信和风采。假的，都是假的，这是污蔑，是恶意攻击。他对着话筒声嘶力竭地嘶吼着，声音因为过度紧张而变得有些沙哑。保安，掐掉信号，快！他急切地想要挽回这一局面。然而，无论后台的技术人员如何操作，他们都无法夺回对屏幕的控制权。屏幕依旧播放着揭露真相的内容，因为此刻控制着这一切的不是什么黑客，而是一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 U 盘。它静静地插在导播台电脑上，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看着电视里乱成一团的发布会现场，对我身边的强就竖起了大拇指，眼神中充满了敬佩和赞赏。强舅，我那个退休的网红运营舅舅，此刻正穿着一身媒体记者的马甲，巧妙地混在发布会现场。他凭借着自己丰富的经验和机智，成功地避开了保安的检查。就是他在刚才趁着现场一片混乱的时候，迅速而又隐蔽地把那个我提前准备好的存有逆行者宣传视频和对比证据的 U 盘插进了现场的导播台电脑，为揭露真相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我没有用任何高深的技术，我只是利用了最原始也最有效的物理入侵。这种看似简单的方法，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干得漂亮，舅！我由衷地对强舅说道：“那时你就我当年带网红的时候，这种发布会潜入过100多次了，小场面。”强舅得意地晃了晃手里的记者证，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而好戏才刚刚开始。就在全网舆论沸腾的时候，一个名为萤火虫游戏的官方账号在各大平台同时发布了第一条消息：逆行者今晚0点全球同步上线，所有玩家均可免费领取，我们不要大家1分钱，只求一个公道。这条消息瞬间吸引了无数玩家的目光，大家对这款游戏的期待值再次飙升，免费。这一招直接釜底抽薪，让泛海游戏的赛博猎手瞬间失去了竞争力。紧接着，陆晨的星河科技官方账号转发了这条消息，并宣布星河科技将为星火工作室提供无上限的法律援助，正式起诉泛海游戏商业侵权。同时，星河科技将成立星火基金，由白凡先生 ID， 我是菜鸡，担任首席顾问，致力于扶持所有被资本打压的优秀独立游戏开发者。
这一宣布让整个游戏界再次为之震动，一时激起千层浪。我、陆晨、星火、萤火虫，所有的力量在这一刻汇聚，形成了一股无法阻挡的洪流，狠狠地冲向了泛海。这座看似坚不可摧的堤坝，让泛海游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代码是我的武器，但这一次，我相信的是正义。我坚信正义最终会战胜邪恶。在后来的游戏圈里，那一天被人们郑重地称之为审判日，仿佛是命运的一场大考。所有的游戏从业者都在这一天见证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变革。泛海游戏的股价在仅仅一夜之间，就如同流星般迅速蒸发了90%，公司的财务状况瞬间陷入了绝境，濒临破产的边缘。曾经在游戏市场上风光无限的他，此刻就像一艘在暴风雨中即将沉没的巨轮。备受期待的赛博猎手项目还没来得及在市场上崭露头角，就胎死腹中，成为了游戏史上最大的笑话。无数玩家的期待化为泡影，而这个项目也成了行业内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免费上线的逆行者，则凭借其过硬的品质和传奇般的发行经历，如同一颗璀璨的星星，瞬间引爆了全球的游戏市场。它就像一场及时雨，滋润了无数玩家干涸的心灵。它的下载量在惊人的24小时内就突破了1000万的大关。这个数字就像一面旗帜，宣告着逆行者的巨大成功，也让整个游戏行业为之侧目。凭借着逆行者的成功，星火工作室一战封神。从默默无闻的小团队一跃成为了游戏界的传奇，成为了无数游戏开发者心中的榜样。在游戏上线的第2天，林涛给我打了个电话，电话铃声响起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通电话一定承载着他满满的情感。电话那头，他哭得像个孩子，声音里充满了激动和喜悦。那些年的艰辛和委屈，仿佛都在这一刻随着泪水倾泻而出。他说了很多很多，说谢谢我一直以来的支持，说这几年所遭受的委屈，说他从没想过梦想真的能照进现实，每一句话都饱含着他的真情实感。我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他，最后只说了一句：学长，这是你们应得的。这简单的一句话包含了我对他们的认可和祝福。是的，这是他们应得的。他们的努力和坚持终于换来了应有的回报，也是所有坚持梦想不愿被资本同化的游戏人应得的。在这个充满诱惑和压力的行业里，他们坚守着自己的初心，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辉煌。我悄悄地退出了所有庆功的群聊，把手机调成静音，回到了我的出租屋。我不想被那些热闹的场景所打扰，只想静静地享受这份属于自己的宁静。窝子里还是熟悉的泡面味，那股味道就像一种回忆的符号，让我想起了那些为了梦想而奋斗的日子。我烧了壶水，慢慢地撕开一包红烧牛肉面，看着窗外的夕阳，夕阳的余晖洒在脸上，让我感到无比的惬意和放松。手机屏幕亮起，是陆晨发来的信息。我知道他带来的一定是关于星火基金的好消息。星火基金已经收到了上千份来自独立开发者的申请，我们的新秩序开始了。这句话就像一颗火种，点燃了我心中的希望。我笑了笑，回了他2个字：加油。简单的2个字，却包含了我对他和星火基金的鼓励和期待。他又发来一条：白神，首席顾问的办公室已经给您准备好了，全景落地窗，随时可以躺平。看着这条信息，我感受到了他的诚意和热情。我想了想，回道：心安处即是吾乡。对我来说，内心的平静和安宁才是最重要的。无论身处何地，只要心有所安，就是最好的归宿。是的，我找到了一个新的可以让我心安理得躺平的方式。这种躺平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一种积极的守护。不是逃避，不是躲藏。我不想再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迷失自己，而是要为那些怀揣梦想的人撑起一片天空，而是建立一个港湾，一个能让更多像林涛一样怀揣梦想的人可以安心创作，不必向资本低头，不必被内卷吞噬的港湾。这个港湾将成为他们实现梦想的摇篮，我当他们的守护者，用我的经验和力量为他们保驾护航，让他们能够在梦想的道路上一路前行。我躺在我的小破床上，守着他们的梦想，虽然床很破旧，但我的心却无比充实和满足，这感觉比拿10个世界冠军还要爽。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手机又震动了一下，是强就发来的。我打开手机，看到是一张照片，照片里沈月在一家奢侈品店里，正被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甩开，满脸泪痕，他的表情充满了无助和绝望，曾经的骄傲和虚荣此刻都化为了泡影。下面配了一行字：外甥，那女人被赵峰甩了，想找个富商接盘，结果被人家老婆当场抓包，啊，解气。看着这行字，我没有丝毫的喜悦，只有一种淡淡的感慨。我看着照片，面无表情地删掉了。那些人，那些事早已与我无关，我不想再被过去的恩怨所困扰，只想专注于眼前的生活。我的人生不再需要那些无聊的打脸和逆袭来证明什么。我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价值和方向，不需要通过别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锅里的水开了，热气腾腾的水汽弥漫在空气中，仿佛在诉说着生活的温暖。我把面饼放进去，香气瞬间弥漫了整个小屋。那股香气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窗外夜幕降临，城市的霓虹灯次第亮起，像一片闪烁的星海。那璀璨的灯光仿佛在为这个城市的梦想者们加油助威。我知道，在那片星海中有无数的星火正在被点亮，每一颗星火都代表着一个梦想，
都在为这个世界带来希望和光明，而我只是其中一个最不起眼的吃着泡面的守护者。虽然我很渺小，但我愿意用我的力量守护着这些梦想的星火。我拿起筷子，夹起一缕面条，吹了吹热气，送进嘴里。那爽滑的面条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真香！这简单的2个字包含了我对生活的热爱和满足，这就是我想要的安安静静的生活。没有喧嚣，没有纷争，只有一份宁静和满足。